每年吃年夜饭的时候，我爸都会群发祝福短信。但今年他多发了一条：儿子，爸爸永远爱你。浩浩，爸爸在这边陪你姐姐过年，明天回去陪你和妈妈。新年快乐。而我是独生女。建国，这鱼按照你的要求弄好了，快来吃饭吧。啊，来了。月月，月月，你怎么了？好了，挂了，对不起，还一大家子，挂了。呀，这么多菜呢。哎呀，开吃吧。这是群发的，发错了啊。浩浩是谁？浩浩是谁？陪你姐姐过年，明天就回去陪你和妈妈。他管谁叫奶奶？迎接今宵的万家灯火，家人围坐，天伦之乐，最难忘这一刻的团聚和欢乐。月月，咱们有什么事儿，过完年再说啊。来，吃菜，这都是你妈妈辛苦做出来的。是啊，我妈辛苦做的。这一桌子菜，她从早上6点就开始忙活，就为了所谓的团圆。而我爸，他什么都没干，甚至嫌弃于心让我妈重做。现在他却说要去陪另一个女人、另一个孩子、另一个家。既然不能好好团圆，那就一刀两断好了。调查一个人的秘密，只需要看他的手机，而我爸的手机从不离身。之前我爸说，密码是我的生日。2012，整整14年。小浩今天会走路了。真棒，爸爸的好儿子。小浩上幼儿园了，哭了好半天。想爸爸了吗？周末爸爸来看你。2016年，周月儿，家长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爸爸还来不来啊？爸，你在哪儿呢？家长会马上都要开始了，你。爸爸没时间啊，什么说哪儿？原来当时说忙，说没时间，是因为在陪另一个孩子去了游乐园。老公，今天给浩浩报了钢琴课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的，老婆，你看着办。老婆？我爸居然叫她老婆，那我妈算什么？爸，我忽然觉得你好陌生，好像从来都不认识你一样。那个单位有点事儿啊，我先出去一趟。去吧。
妈，这些或许你应该看看。妈，这些事你知道多少？你爸和这个女人的事，我5年前就知道了。5年前？那年，你爸手机响，是我接的。老公，你怎么才接电话呀？妈，既然你早就知道了，那你为什么不说？说了有什么用啊？那年你上大学，我没工作，房子写着你爸的名字，我要是闹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所以你就忍了5年？不是忍，是没办法。我妈今年52岁了，她为了这个家，省吃俭用的操劳了半辈子，可结果呢？妈，你知道那个孩子多大吗？多大？14岁。14岁。妈，你再看这几条。钢琴班的钱我已经转了，你看看到账没？我给你转了钱，过年了，你和孩子买点好的。妈，你这些年没穿过超过200块的衣服，你把每一分钱都为了这个家攒了下来，可结果呢？这些钱都被我爸拿去养外面那个女人和孩子了，整整养了14年。妈，我们不能再忍下去。今年咱家拆迁，补偿款年后就要下来。3000块，我1分都不会给他们买走。你说，你爸的银行卡在我这，密码我也知道，是怎么背着我给他们转账的？我查过他的微信，他还有另外一张卡，我用他的身份证号码登录了手机银行，密码是那个男孩的生日。你看，从2012年到2026年，14年，每个月固定转账5000，一共84万，每年9月的学费一共26万。2018年还有一笔大额转账，一次性转了35万。35万？对，备注是房子首付，我爸给他们买了房子。2018年。病人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，得尽快手术。手术费你们先准备8到10万吧。咱家里一下子也拿不出这么多钱，要不咱们保守治疗吧？爸，医生都说压迫神经得尽快手术了。没事的。妈突然觉得没那么疼了，要不我们拿些药回家吧，别花那冤枉钱了啊！原来我不是没钱做手术，我的钱被我的丈夫给了另外一个女人买房子，35万，我做手术只要8万。还有2020年，我爸转了一笔择校费，12万。周月家长，这次周月中考发挥失常，按照他平时的成绩，考个重点高中实验班绰绰有余，就这么去普通高中实在太可惜。要不你们花5万块钱的折学费？愿意交，我们愿意交的。花那个钱干嘛？普通班还不是一样读？周月爸爸，要不你再考虑一下呗？不用考虑了。他给那个私生子转12万的择校费，连眼睛都不眨，而我连5万都不肯出。其他还有一些零散的转账，一共172万。妈，
你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，一大半都在这里。月月，你想让妈怎么弄，妈都配合你。喂，表姐，你现在方便吗？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表姐，这是所有的聊天记录和银行流水。我这位姨父藏得挺深啊。这些钱能要回来吗？他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，转给婚爱的第三方，小姨不知情。从法律上讲，小姨有权追回。还有一件事，你看这里，拆迁款什么时候下来？浩浩要上高中了，我想送他去国际学校。快了，年后就签字。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们。那房子写浩浩的名字行不行？你也该给浩浩一个名分吧。我想过了，等拆迁的事儿办完，我就带浩浩回去认祖归宗。他想把拆迁款分给那边？不止，他还想让那个孩子进族谱。小姨，老房子的拆迁款大概是多少？评估了280万，加上安置面积补偿，可能在320万左右。320万，他想把320万都分给那边，至少一半。他在聊天中说一半一半，公平。公平？他管这叫公平？我妈30年省吃俭用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她现在要把拆迁款分一半给外面那个女人。表姐，我想在拆迁款下来之前，把所有我能做的事情都做了。你想做什么？我要让这笔钱一分钱都到不了她手里。好，我帮你，但是需要小姨的配合。我愿意配合，你让我怎么做？很好。至于这172万的转账记录，可以作为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证据，离婚的时候可以多分。不是多分，我要他净身出户。表姐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第一步，变更产权。你们老房子建在宅基地上，产权比较特殊，房产证上只有你爸的名字，但只要你爸签字同意，就能加上你妈为共有人，或者直接转赠给你妈。也就是说，在你们拆迁协议签字之前，房产证上必须加上你妈的名字，或者过户给你妈。他不会签的。必须让他签，你们需要一个理由。拆迁？没错，可以告诉你爸，拆迁办的人说了，共有产权人可以多拿一笔赔偿，让他以为加上小姨的名字是为了多拿钱。他会信吗？他会信，因为他贪。像他那样的人，只要多给他一个拿钱的理由，他什么字都愿意签。加了名字之后呢？第二步，转移存款。小姨这些年没有自己的银行卡，钱全存在你爸名下，需要把它全部取出来。怎么取啊？直接去银行，带上身份证和结婚证，把联名账户的钱都取出来。这我能取出来吗？那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你有权取出来，但是动作要快。如果被他们发现你有所行动，可能会先下手的。好。第三步，离婚诉讼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你们需要收集的证据：聊天记录、银行流水、房产信息以及私生子的出生证明。出生证明上哪儿去弄？根据这个聊天记录可以推断，那个女人叫王慧，住在城东。你们需要确认她的身份和地址，剩下的事交给我。我已经查过了，我看了我爸的微信，找到了他的朋友圈，他在朋友圈里发过一张孩子学校的照片，城东育才实验中学，私立的。对，1年学费8万。我当年想上重点高中，他连5万都不肯出。我现在起草离婚协议。月月，你让我再想想吧。月月，刚佳佳跟你说什么了？没什么。妈，
怎么了？30年我没有给自己买过一件好衣服，他总说没钱，那172万，他就要给我。妈，表姐给我们制定了严密的计划，她的专业度你还不知道吗？钱一定能拿回来的。钱不是最重要的，30年，我把最好的年纪给了你，他欠我，不是钱能够换取。我明白了，所以我们不只是要钱，我们要他付出代价。月月，对不起，妈以前总觉得这日子嘛，忍忍也就过去了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能扛。这天底下不知道有多少人像妈一样，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忍气吞声的过日子。但是月月，妈妈给你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，你不要学我。还有谢谢你，妈妈鼓起勇气走出这一步。爸爸，你终于来了，我想死你了。爸爸也想死你了。那，给你买的新年礼物，喜欢吗？谢谢爸爸，爸你最棒了。哦，你这几天怎么都不回来？浩浩总问爸爸去哪儿。别提了，过年那条短信，本来我是要单独发给浩浩的，结果发送的时候操作失误，发到我们家族群里去了。家族群，他们都看到了。家族群，他们都看到了。看到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我老婆没让你闹。这几天呢，我就老实一点，待在家里。放心吧，过几天就没事了。你确定？林素云她都一把年纪了，这个钱又攥在我手里，她现在连工作都没有，离了我她怎么活呀？不干真的闹的，放心吧。你到底什么时候跟他离婚？我这些年跟着你没名没分，就连浩浩想见你一面，我们都得躲躲藏藏。我图什么呀？慧慧，咱们都说好了嘛，等这个拆迁款下来，我就给你买更大的房子啊！这还差。老婆，浩浩是我唯一的儿子，早晚有一天我会带他认祖归宗的。咱们现在呀，就等那个拆迁款下来。消息看看。月月，爸爸晚上回家吃饭，记得让你妈多炒几个菜啊。好。哎，对了，你妈呢？我妈买菜去了吧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大明夜的事，你以为你不提，我妈就会像以前一样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，忍气吞声？那你可就错了。在你们拆迁协议签字之前，房产证上必须加上你妈的名字，或者过户给她。她不会签的。必须签，你们需要一个理由。拆迁。爸，我同事说拆迁的时候，房产证上要是有2个人的名字，补贴能够15%，你知道吗？爸，我同事说拆迁的时候，房产证上要是有2个人的名字，补贴能够15%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？对啊，我同事家拆迁的时候，他加了他妈妈的名字，多拿了20多万呢。20多万？哎，月月，你说我们也把你妈的名字加上去，好不好？
试试呗，反正就是走个流程，又没坏处。对对对。月月，都一天了，你爸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妈，你就放心吧。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？那还能有假啊？我小舅子是拆迁办的，他都说了，加上我老婆的名字，最少能分30万。30万？哎呀，那我得赶紧去办呐！这马上都他签协议的时候了。哎呀，赶那儿！但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，知道吧？你放心，肯定不给别人说。能下完再下。哎。哎呀，走快点儿！这都快关门了，再玩着。会信吗？他会信，因为他贪。像他那样的人，只要多给他一个拿钱的理由，他什么字都愿意签。表姐说的没错，我爸这种贪心的人，随便找几个人加把火，他就一定会上钩。快签吧！哎呀，好了。哎，你好，好吧。哎呦，谢谢。哎呦，谢谢。爸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月月，哎呀，爸来办件事儿，就是上次你说的那个，加名字的事儿，爸办妥了。真的加上了？那当然。说起来呀，还得谢谢你啊，闺女，要不是你跟我说，爸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好事儿。不用谢，爸，很快你就会知道今天这个签名意味着什么了。我也不想算计你，可你亲手毁了这个家。爸，你有没有什么别的想跟我说的？啊？说什么？你这孩子今天怎么这么奇怪？没事儿。哦，对了，爸，今天是妈妈生日，你记得早点回来。生日？今天几号来着？哟，还真是。行，我知道了啊，你先回去吧，啊。我们今天吃大餐，好好庆祝一下。我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还在对你爸抱有期望？没有。傻妹妹，你在跟我装什么呢？这2天你一直冲在小姨前面，我知道你是心疼你妈被你爸辜负感到不值，但是在这个家里，被你爸辜负的不只是你妈，受尽委屈的也不只是你妈，还有你啊！就别故作坚强了。姐，我原本以为，我爸虽然对我和我妈有点吝啬，但他终究是爱我们，爱这个家的。我总安慰自己，等家里条件好了就好。可现在我才发现，我家不是条件不好，而是全都被他花在了别人身上。他心里没有这个家，更没有我和我妈。他甚至不记得我妈妈的生日，他同意加我妈的名字，也只是为了多分钱，多给那对母子。这算什么？我和我妈在他眼里到底算什么？如果你爸刚刚跟你坦白，你会原谅他吗？不会，他不会坦白，我也不会原谅他。他对自己太自信，他笃定不会有人怀疑他是个老实人，他也笃定我妈不会闹。那我们就让他看看，我们到底会不会闹。哎，回来啦！妈啊，今天你生日，怎么就吃这个了？哎，一把年纪了，过生日。咱们今天吃大餐，好好庆祝一下。妈，走，咱们出去吃。
们出去吃。什么？出去吃？别乱花钱了。妈，前半生你忍气吞声，结果福全让别人享受，现在也该为自己活了。今天这顿饭不是生日宴，是咱们母女俩新生活的开始。好，以后我的妈妈我自己当。好，妈都听你的。走，妈，许个愿吧。来，妈，吃个这个。好，再吃个这个。好。妍妍，妈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。妈，以后天天都这么开心。好，快吃。这晚才回来，你去哪了？不说好了等我回来吃饭吗？爸，都9点了，等你回来，我们都饿死。是我回来晚了。老婆，生日快乐！你看我还记得呢，这个就是我专门给你带回来的菜。哎，还有这个呀，专门给你买的礼物。哎呀，我看你平时啊洗碗那个手套都磨破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以后啊，你不能再说我不记得你生日了。谢谢。行了，哎呀，我这工作一天也累死了，我去洗个澡了啊。真是难为我爸了，还记得把他们吃剩的大餐给打包回来，路边摊买的，还说什么专门给你买的。好了，别生气，别为这种人动气。妈，你知道他今天干嘛去了吗？他陪小三和那个孩子去吃大餐，几千块钱一桌。你生日就在家里吃清汤面，他还给你送什么破剩菜，送你几块钱的手套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等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，再给他算总账都不迟。你爸还在做美梦呢，还下午给他当免费保姆。不过，他的美梦就快碎了。第2步，转移存款一定要快，趁他没有发现之前处理完，不然他很有可能会提前转移。妈，我看过爸的聊天记录，他这2天就会带那个女人去看房子，我们一定要在他使用这张卡之前把钱转移出来。好，下一位。你好，我想把这张卡里所有的钱都取出来，另外再办一张新账户，把钱全存到新账户里。好的。你好，女士，这边显示这张卡不是你本人的。这是我爸妈的联名账户，我妈的身份证、结婚证都在这儿，她有权取。行，好的，您稍等啊。王女士，您看中的那一套155平的大平层，南北通透，采光极好。现在付定金的话，我们可以给您申请一个98折的优惠。是吗？哎呀，建国，就这套吧，套好以后上学也方便。行，你喜欢就行。你好，女士，这边的余额是634800元，请问您全部取出吗？63万，100多万的存款，竟然被他花的只剩63万，这种情况简直太欺负人了。你好，女士，这些钱全部取出吗？对，全部取出。好的，正在为您办理啊。好了。周先生，根据合同，定金10万我们是不退的，请问怎么支付？银行卡没带，不过没关系啊，我这张银行卡绑定了手机支付。来，哦，抱歉先生，您的账户显示余额不足。怎么可能啊？我这张银行卡还有60多万。
抱歉，周先生，账户确实显示余额不足。您还有没有别的银行卡？不是，建国，你这怎么回事？可能是这个银行系统出了问题。你等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等一下啊。什么叫没了？怎么可能没了？女士，您的业务已经办理好了。好，这是您的新的银行卡，请收好。好，谢谢。30年，我终于有一张属于自己真正的银行卡，再也不要看他人的眼色过日子了。走，走。爸，你干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是不是你？银行卡里的钱都被你取走了，对不对？钱我取了，你取了？哎，那么多钱你都取了，你拿去干什么了？我老姐妹说了，有一个不错的理财项目，这钱闲着放着也是放着，我就拿去投了。你看，这是理财的单据，钱全在这了，单子给到你，到期了以后，本金利息都是你的。什么理财项目要投这么多钱？我的钱，你凭什么取啊？你的钱，我工作挣来的，你都没工作，这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没工作。是啊，你就是没工作啊。那你记不记得我为什么没工作？这那一年月月高考上大学，你说家里没钱，让他报卫校，早点出来上班赚钱。可月月这孩子成绩那么好，我不忍心断送他一辈子，我就去帮别人代班，早班晚班连轴转，我熬了2个月，我就是为了给他凑学费。结果那天晚上我太困了，我的手被剪到机器里，我的手废了，我再也提不了重物，我再也没有办法工作了。这些钱是我的工伤赔偿，是我这几年在零工所攒下来的血汗钱，是我这一只手赚来的。我拿回我的钱有什么错？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还提它干什么？我不是说你不能拿，那你起码也应该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吧。打招呼？要是提前打了招呼，怎么会知道卡里少了这么多钱？爸，家里这些年开销也不大，我妈省吃俭用，一件衣服都穿10年，按理说应该攒了100多万才对，怎么就只剩下63万了？钱都去哪儿了？哎呀，转了就转了，成天疑神疑鬼的，烦不烦呐？这样，这个我先保管着啊。心里有鬼才怕被怀疑吧？你找伪造的单子，应该还能撑几天。我们应该早点制定下一步计划。什么？你说他把卡里那60多万全部取走了？哎呀，你怎么就不知道防着他点呢？我也没想到他会……没想到，定金的10万块钱还是我付的。哎，老公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是你发错信息那次，他察觉到我们的事儿，提前转移了存款？不可能，我跟他结婚30多年了，我还不了解他？她就是一个家庭妇女，她能有那心气？你看，她还乖乖的把这个理财单子交给我保管呢。这个钱说起来还是在我们手上，不过就是换了个地方。要我说，你干脆离婚算了，成天提心吊胆，怕这怕那。我都跟你说过了嘛，我那个单位特别看重德行。你说我好不容易爬到这个位置上，能熬到退休，就有很多退休金。你这个时候让单位发现我们的关系，那不全都泡汤了吗？哎呀，要是离婚，还得分1半的家产给他，还不如就像这10几年一样，偷偷的把他省吃俭用的钱都补贴给你，这样多好啊！算他有点良心。
不过呀，年善时发错的那条信息啊，还是个隐患。你说，如果传到我们单位里，那就麻烦了。不行，我得找个机会要好好澄清一下。来了。我查了你爸名下的车，一辆是8年前买的旧桑塔纳，另一辆就是这辆新车，2年前购入的。我妈10来万的旧车开了8年，她转头就给那个女人买了一辆40多万的新车。那房子呢？那套房产，育才城东学区房，89平，2016年购入的，也在你爸名下。我妈5块10块的攒，她在外面用我妈攒的钱，给别的女人买几10万的车，买上百万的房子。表姐，那房子和车子也算是夫妻共同财产吧？是，购房购车都来源于婚内收入，即便登记在你爸一个人名下，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好，172万的转账记录，一套城东学区房，一辆40多万的新车。14年的聊天记录，300多页的截图，所有的证据都准备好了，可以收网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月月，今天正月15，你爸说组了一个饭局，想邀请亲戚朋友聚一聚。他怎么忽然想到要聚餐了？大家都在背后议论他，他肯定担心影响工作，所以想当面把这件事情给评过去。那正好，表姐已经帮我准备好了所有的资料，趁着这次聚会，我要当着所有亲戚的面，把她这些年的所有丑事都抖露出来。老二，你媳妇和你闺女也太没规矩了，磨磨蹭蹭的。你们家请客，反正让客人等着他们，笑话。月，你说老二过年这信息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外面真有女人了？哎呦，谁知道呢？今天这样是八成呀是吵架了。过年那条短信真的是发错了，可是素云她就是不依不饶，怎么解释都没用。你说啊，他还赌气，把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挣的钱，哎，私自拿去买了那个什么理财。真的，他这个都知道啊，他这么多年都不工作，就靠我一个人工作养着这个家，养他，养着月月。这不说了这些啊，就是这么不信任我就觉得，我觉得特别寒心。是啊，二哥也不容易，一个人撑起这个家。建国啊，这夫妻没有隔夜仇啊。待会儿等苏英来了之后啊，你好好跟他说说，这男人在外边累死累活的，不就图个这个家和万事兴吗？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他就是不听啊。所以呢，我就想着今天把大家都叫过来，咱们呢把这个话给他说开了，就是不能让他别这个玩笑了。苏玉来了，我倒要问问他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哎，我们周家没这个不懂事的媳妇。爷爷奶奶，各位叔伯婶子，过年好。
既然大家都到齐了，我今天有个事儿，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。年三十那天晚上群发的消息，确实是我在编辑模板的时候发错了。那条信息呢，我本来是要发给我一个朋友的小孩啊，我是那个小孩的干爹，结果呢让我老婆误会了。在这里我就给大家啊，我真心的道个歉。行了，我就说嘛，建国不是那样的人。就是啊，咱们建国多本分嘛。素媛，你说你也真是的，你实话实说，你看我们家建国其实对你够好的了。就是，都是一家人，几十年夫妻了，女儿也长大了。二嫂，你就别闹了，来，我们一起敬二嫂一杯，算替二哥赔罪了。老婆，弟妹啊，这事你也别往心上去，这男人嘛就这样，日子还不得这样过吗？是啊，都那样，谁家锅底没点灰呢？咱们女人呀，睁着眼闭着眼，忍忍也就过去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家丑不可外扬嘛。建国媳妇儿啊，年30的事儿啊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这些年，建国对家里怎么样，你心里清楚。你工伤退休后啊，一直在家，是建国养着你。你要是因为这条信息就这么闹，这就是你不懂事儿了。我不懂事。嫂子，二哥这些年的工资可都交给了你，他难道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呀，该过去就过去啊。周建国，是你跟大家说你每个月把工资交给我的。二媳妇儿，我这也是为你好啊。人老大了，把建国的工作折腾没了，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所有人都让我妈别闹，却没有一个人在乎我妈的感受。他们只想帮着我爸把这件事平过去，因为他们是一家人。我妈从始至终都是个外人。爸，你刚才说那条消息是发给你干儿子的，那条消息是发给你干儿子的。是啊。那我问你几个问题。问吧。你的干儿子叫什么名字？叫浩浩。几岁？10几岁吧。是14岁，2012年7月15日出生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他在城东育才实验中学读书，私立贵族学校，1年学费8万。乖，这孩子和建国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看来大家都看出来了，你干儿子和你长得一模一样。他不仅跟你有点像，跟我也有点像，因为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，是他在外面和别的女人生的私生子。你胡说什么？这个世界上长得像人多了去了，凭着一张照片就敢污蔑你爸，反了你还！我胡说，我污蔑，爸，你不会以为我的证据只有这张照片吧？这是你建行尾号3367的银行流水，每个月转账5000，收款人备注汇生活费，14年。你给那对母子转了整整84万。这些数字都是真的。大家往下翻，2018年我爸有一笔转账，备注是房子首付。同一年，我妈腰椎间盘突出要做手术，费用8万。我爸说家里没钱不给做，我妈吃了整整1年的止痛药。你这真是育才小区。去年我去那边看过房子，那边的房价对，35万给外面的女人买房，8万给我妈看病。你说没有？爸，我妈疼得整夜睡不着觉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在那个女人和你私生子的新家里享受天伦之乐吧。
说不定还在嘲笑我妈，说她傻，说她真是好骗，辛辛苦苦攒钱，自己舍不得花，到头来钱全都便宜别人了，对不对？还有2020年的12万，备注是浩浩择校费。那年我差6分上重点高中，5万块就能进实验班，我爸说太贵了，12万给私生子上学，5万给新生女儿，你嫌太贵？够了，够了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这里整理了一份清单，14年转账总计172万，城东育才学区房一套，89平，2018年购入，首付35万，月购你再还。产权人周建国，也就是你，2024年购入一辆40多万的新车，落在你的名下。这些钱全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也就是说，你偷了我妈172万，给了另一个女人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我爸这14年和那个女人的聊天记录。从2012年开始，你管王慧叫宝贝，管浩浩叫儿子。你跟他说，等我退休了就和林素云离婚，娶你。所以年30那条消息根本就不是误发。爸，你现在还要说我是在胡说吗？建国，这是真的。建国，我会你还的。哎呀，是真的，这些都是真的。可是那又怎么样嘛？我不过就是把我的钱分了一部分出去，我两边都没有亏欠呐。再说了，我没有养家吗？我这么多年啊，我没有养家，没有养你妈吗？你说这些，没有亏待这个家，没有亏待我。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个丈夫做的特别的称职，特别的伟大？周建国，你还真够不要脸的！就跟大家说说你是怎么没亏待这个家的。这是我记了30年的账，你敢不敢给大家念念，让大家看看你究竟是怎么当丈夫，怎么当父亲，你是怎么撑起这个家，让我享福的？你给大家念啊！够了！你不念，我自己念。2007年，月月上小学。月月，你怎么哭了？我没钱交学费，也没买校服。爸爸呢？我不是让他过来交了吗？爸爸说他没钱。那年你是正式工，工资4000，月月的学费220，校服费60。你跟我说没钱，我从菜钱里面省下来280块，和月月吃了1个月的蔬菜疙瘩汤。2011年，月月背了5年的书包，旧得不像样子。她很想要一个新的书包。你是怎么跟她说的？多少？一个书包要50块。这个旧书包不是补补还能用吗？月月，不要去跟别人攀比啊！你要比去跟那些学习好的人比比成绩。那一夜，月月是哭着睡着的。是我偷偷卖了我妈留给我的旧耳环，换了40块，给她买了一个打折的书包。月月，妈妈，这个包是不是很贵？爸爸会不会骂你啊？不会。周建国，这就是你说的不亏欠。还不止这些，2014年我开始腰疼，他说去医院费钱，忍忍就得了。我忍了4年，我从腰疼熬成了腰肌劳损，医生说要做手术，8万，你跟我说没有钱，我最后只能吃止疼药，我才能睡得着觉。还有这只手，
因为你不肯付月月的大学学费，所以我日班连轴转了夜班，就这样连轴转了1个月。我就是想多赚点钱，我就是想把月月的大学学费给赚起来。可是我真的太累了，我太困了，所以我造成了安全事故。这些都不算什么。可是医生明明说我当时这个手它是可以治好的，它是可以治好的。病人的右手神经损伤比较严重，好在及时发现，手术成功率很高，费用大概5万块钱左右，你们尽快做决定。5万？这么多？建国，医生说手术成功率高，你就让我做手术吧。我这只手不能废了，月月还等着我供她上大学呢。水源，手术都是有风险的，说万一失败了，这钱不就白花了吗？再说了，厂家哪有那么多钱？5万块，你就真的拿不出吗？没有，你以为这个钱是大风刮来的呀？所以呢，就算是以后你不上不了班，我也一样会养你的。结果呢，我的手废了，我连筷子也拿不稳了。周建国，你告诉我，那5万块，当时你是不是真的拿不出来？我当时不是想省点钱吗？把这个钱省下来养你们呢。你说养我？2021年，我还穿着10年前的棉袄，我好想要一件新棉袄。你说价格太贵，等着打折再买，这就是你说的养我？还不止这一些，他把我的受伤赔偿，还有我所有的积蓄都去给了外面那对母子，那是我给月月攒的嫁妆，那是我的养老钱。疯了你这！刚才你们不是都说我爸够好了吗？现在怎么都不说话了？爷爷、奶奶、大伯、小叔，这个本子厚厚一本几百页，每一条都是发生在我和我妈身上真实的事情，每一条都是我爸对我、对我妈、对我们这个家的亏欠。爸，你现在还敢说你没有亏欠这个家吗？是，我在外面养女人了，可是哪有这样？我不过也就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。你说我亏欠你们，还说我不养你们，你们这话就是血口喷人。我每个月的工资没有交给你们，还有你不工作，天天在家享福，这是假的吗？是，你是上交了工资，可是你现在的职位，你的工资3万，你就上缴了5000。5000怎么了？5000不是钱啊！这30年，我给你洗衣、做饭、带孩子，你上缴5000，你觉得够吗？那儿媳妇，5000也不少了，你不能太贪了。是啊，妈，你这我贪，我算过了，30年的家务，按照现在的保姆市场价值80万，更别说这30年的陪伴和照顾，你觉得值多少？你1个月给我5000，这30年我就算你给了我18万，那你呢？你把我们的172万去给另一个女人买房、买车，你还供了一个孩子上私立，这就是你说的没有亏欠。周建国，你对得起谁？更别说那5000块不是给我花的，那是这个家每个月的生活费。你摸着良心，这5000块钱够吗？水电煤气、物业费、买菜做饭，他哪一样不需要花钱？爸，你真的觉得我妈拿着这5000块钱在家享福吗？她是在用这5000块钱精打细算的踩着这个家。我妈才53岁，
头发白了一半，看上去比你还老。这就是你说的每个月工资都上交，这就是你说的让我享福。我这样的福气，给你们，你们要吗？爷爷奶奶、大伯、小叔，这里是关于我爸转移婚内财产的所有资料，还有他和那个女人这14年来的聊天记录、银行流水。你们还要再袒护他吗？不是，你这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就在年30，你发错信息的那天晚上，我趁你醉酒看了你的手机。说来也是可笑，你的手机密码居然是我的生日，而在你手机里查到的，却是你背叛我和我妈的证据。你敢偷看我手机？还敢查看我的手机银行？你没这个权利！我告诉你，你权利？你偷走我妈172万的时候，问过她的权利吗？我没偷，那是我挣的钱。你挣的？别说里面有我妈的存款和工伤补贴，就连你那份，根据婚姻法规定，婚姻存续期间的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你的工资也有我妈的一半。而且未经配偶同意，将共同财产赠与第三方，另一方有权追回。这是律师函，律师已经帮妈妈做了财产保全公证的申请，城东那套房子已经被法院查封了。爸，我和我妈会拿回我们的一切，这是你欠我的。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，这都是我的钱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，你们，爸，你帮我说一声，爸，快帮我说一声呀，爸，这欠我，给我滚下！哎呀，这，建国，刚才他们娘俩说的我都听明白了，你看你干的那些破事儿。你还想让爸妈跟你说什么呀？你想让他们说，你拿着夫妻共有财产去外边养小三儿，你有理；还是你对你自己的老婆亲闺女不管不顾，你没有错。二嫂，二哥，你这，哎，是你对不起二嫂，也对不起月月，你自己照着念，你自己担着吧。妈，一妹，你哥的对，月月是好孩子。是啊，早该查了。嫂子，之前的话你别往心里去。咱们女人呀，就该团结起来，总不能自己吃了亏还上赶着给男人洗白。嫂子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我们家那口子掺和进来啊！周建国，离婚协议书已经拟好了。你是婚姻里的过错方，城东那套房子我们会依法追回，现在住的那套房子还有2辆车都归我妈。你们是想让我净身出户？你有房有车，有老婆有儿子的，你不是净身出户啊，你是回你真正的家。什么真正的家？你外面那个家的微信号备注啊，真正的家，不是你自己取的吗？
素媛，我们30多年的夫妻啊，你真的就这么绝情，非得让我一无所有你才甘心吗？是啊，30多年了，我们结婚30多年了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你在我父母的坟前说要对我好，直到后来你变了，我一直以为是生活磨平了你，让你忘了初心，到现在我才明白，你不是忘了，你是对我们这个家一直没有心。我没有，我不是的，我心里一直是有你跟月月的。你看，那个王慧催了我这么多年，我都没跟你离婚吧？我就是在这个婚姻和生活中开了一个小菜。素媛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不行吗？你以为你拖着不跟我离婚对我是一种施舍？你是害怕晋升，你一边拖着我，一边骗着他。周建国，你的感情对谁都拿不出手，你就是个人渣。爸，你说我妈绝情，你以为她没有给过你机会坦白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我是大年夜才知道你出轨和有孩子的？我5年前就知道了。5年来，我无数次幻想你跟我坦白，请求我的原谅，跟外面一刀两断。我等了你5年，我没有等来你的悔改，却等来了你的否认，和给我扣上了一个蛮不讲理的帽子。5年前你就知道了？你的姑父和我妈的忍气吞声远不止5，而是30年。你想想，我妈忍了这30年，换来了什么？换来了你拿着她的血汗钱去养别人，换来了她这只废手和一身的病痛，换来了我从小的自卑和委屈。你说我们绝情，真正绝情的人是你。不是，我真知道错了。素媛，月月，爸爸是真心悔改的。你要是真的知道错了，就把离婚协议书签了吧。我不签。你要是真的知道错了，就把离婚协议书签了吧。我要签了它，我就什么都没了。你不签？不签，不签。这些材料，172万的转账记录、聊天记录，还有私生子的照片。如果你不签，这些东西就会出现在法庭上，到时候可不是协议离婚，而是诉讼离婚。法官会看到所有的东西，你的朋友会知道，你的同事会知道，你的领导会知道。爸，你想好了吗？表姐已经申请查封你名下那套城东的房子，要是你不签，到时候官司打起来，房子归我们，你不仅净身出户，还要倒贴诉讼费。月月，我是你亲爸呀，你是我亲生女儿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就是因为你是我亲爸，我才给你留了最后一丝体面。就是因为你是我亲爸，所以我才会这么难过。我以前一直觉得，我的爸爸虽然不完美，但至少是爱我的。但这14年的聊天记录，14年的转账记录，还有那个14岁的孩子，都让我觉得我自己像个傻子一样。是你亲手杀死了我心目中的爸爸。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们别让我净身出户，我求你们了。周建国，这30多年来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下跪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害怕了。你害怕没有钱给不了他们母子更好的生活，你害怕他们母子跟着你一起吃苦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是真知道错了。素云的，我真的离不开这，我离不开这个家。素云，这个家早就被你亲手毁掉了。那172万，那套房子，那辆车子，你都要还给我，就当是给我这30年的赔偿，咱们两清。我们给你2天时间，如果你不签，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。妈，我们走吧。
这空气终于闻着不那么憋得慌了。痛快是痛快了，就是肚子有点饿。刚才光顾着控诉，里面那一大桌子菜都没来得及吃2口。妈，今天是元宵节，想吃你做的饺子。好，妈什么都给你做。月月，以后妈不会让你再受任何的委屈。你们凭什么查封我们的房子？这房子是我老公的，房产证上写的是我老公的名字。女士，这套房子涉及到一起婚内财产纠纷，我们是依法查封，请您配合。我不配合，你们这就是抢劫！住手！你们要干什么？这是我的房子。你是周建国？是，我是周建国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谁也不能动我的房子。周建国，这是法院的财产保全裁定书，这套房子是你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，法院依法查封。你胡说！他们明明还没提起诉讼，法院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来查封房子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赶紧走啊！为保护财产安全，防止对方转移或是变卖，在提起诉讼前，律师可以向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。这是文件，你看一下。这么快？怎么可能这么快？怎么会这样？你不是说你今天是去解决问题的吗？你不是说你会把林素云那个黄脸婆哄好，让她别闹了？这怎么讲呢？这房子反倒被封了呀！我跟浩浩以后住哪？你说吧。他早就知道我们的关系了，他还找了律师，算了，我净身出户。他还要追回我用婚前财产给你们买的房和车子，我都给他下跪了，他就是不肯放我。什么？净身出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跟浩浩以后怎么办？我问你，我们怎么办？爸，你看看你儿子，他今年才14岁，你连个家都保不住，你算什么男人啊你？我不知道。周建国，请你们尽快收拾个人物品，尽快搬离，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。不要！哟，平时看着挺风光的，没想到是小三儿啊！怪不得男人成天不着家，肯定有问题。居然还用夫妻的共同财产买房子给外面的女人，这原配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要我说呀，就该告他们。这女的看着也不像什么好东西，破坏别人家庭。这什么破地方？周建国，你就带我母子住这种地方？这里可是城东，就你们那点预算，能租到这种就知足吧。范总，老公，咱们再加一点钱，住个好点的房子。不是慧慧，我现在卡里没什么钱了，咱们先凑合一下啊，等这个事情过去了，我再想办法。想办法？你有什么办法？你现在没钱没房子，你就是个穷光蛋。爸，现在房子没了，我上学怎么办？好，我别担心，爸爸会想办法的啊。想什么办法？直升私立高中学区，现在学区没了；出国留学要钱，现在钱也没了。我同学都住大房子，我就住这儿。他们要知道，你让我怎么见人？哎，够了！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嘛！你们以为我愿意吗？周建国，我跟了你14年，没名没分，还给你生了个儿子，我图什么？我不就图你对我好，我就图你能给浩浩有个好点的未来。现在好了啊，我成过街老鼠了，浩浩也被人指指点点，你倒好，在这发脾气。不是，老婆，我错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吼你们的，我就是太担心了，我担心我让你们会跟着我过苦日子，对不起啊，老婆，对不起。老公，我有个办法。
什么办法？你去请你爸妈，让他们出面去找林素云那个黄脸婆求情，让她松口，不要让你净身出户。我爸妈？对呀，你爸妈平时对林素云怎么样？他们关系倒是挺好的，素云也很孝敬他们。那就对了，你爸妈出面，林素云肯定会给他们面子的。不是老婆，那天爸妈在宴会上，她说她对我很失望。失望？那是因为没见到浩浩。既然已经撕破脸了，就干脆带浩浩去见你爸爸，让你爸妈认下浩浩这个孙子。你之前不是也答应说让浩浩进族谱吗？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。对哦，我还有浩浩。带浩浩去见见他爷爷奶奶。你爸妈这个年纪的人，最看重什么？传宗接代。对，你妈之前不是还说想让你给她生个孙子吗？现在孙子就在眼前，她能不动心？对，是个好办法，我去试试。妈，建国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孩子是……哦，这个就是浩浩。浩浩，快叫奶奶。奶奶。他就是那个孩子。是啊，长得真像你小时候，一模一样。你还有脸来？爸妈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可现在素云和月月让我净身出户，1分钱都不给我。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工作，到头来什么都没得到。妈，你们能不能帮我去劝劝素云，求她放我一条生路啊？活该！谁让你干那些混账事儿？你这叫自作自受！想让我帮你，门儿都没有！建国，你也别怪你爸心狠。素云的好，这些年我们都看在眼里。你们3个兄弟分了家，3个儿媳妇，平日里来的最勤的就是素云。到什么季节了，该添什么衣服，你爸身体什么时候复查，他的药什么时候吃完了，这些都是素云在操心。他对这个家的孝心，别说那另外2个儿媳妇了，就是你们3个儿子，我亲生的都没他做的贴心。可是你看看你做的都是些什么事儿啊！你给我滚！以后我知人，素云这1个儿媳，我劝他没你这个儿子。妈，我为什么出轨，你们知道吗？素云她当年生完月月，身子就坏了，医生说她再也要不了孩子了。你说咱们家大哥有儿子，小弟有儿子，他们的后代都进了族谱，就我朱建国没有。我朱建国后面就1个女儿，你们说我能干什么？我抬不起头来呀！建国，你妈，我真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就想有个儿子，我就想有个后。浩是我亲儿子，他也是你们的亲孙子，只要能让他入了族谱，我就有后了呀，爸妈。快叫爷爷奶奶！哎呀，爷爷奶奶，求你们就帮我说了，行吧？哎，这孩子，老头子，这浩浩是咱家的血脉，是建国的儿子，是咱们的孙子呀。就是啊，妈。明天我跟你去见见素云和月月吧。谢谢爸。爷爷奶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月月，爷爷和奶奶来看看你们。爸妈，进来吧。素云、月月，
我今天来是有些话想说。爸，您说。建国他是做错了，你们能不能看在我和你妈的面上，别让建国净身出户啊？好歹给他留点养老钱呀。毕竟他是你丈夫，是月月的爸爸。爷爷奶奶，所以你们今天来就是来帮我爸求情的是吗？真不愧是一家人。就算那天我妈把她的所作所为全都公之于众，就算我妈这些年尽心尽力的孝敬你们，你们还是选择站在亲儿子那边，帮他欺负我妈。建国的事儿啊，是他不对，我们老两口已经骂过他了。可是周浩的孩子是周家的血脉，我们已经决定让他进周家的族谱了。建国说了，他想要个儿子，也是想周家有后啊。这么说，我爸出轨、养小三、生私生子，还是我和我妈的错了？错在我是个女儿，错在我妈生不出儿子，让我爸绝了后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素云，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。那建国他是有错，可是这些年他也不容易，你们就各退一步。爷爷奶奶，你们让我妈退一步，那我问你们，这14年我爸退过一步吗？外面那个孩子比我小14岁，我爸养了他14年，每年花10几万。我和我妈呢，我想上重点高中，5万块，我爸说太贵了。我妈的腰做手术8万块，我爸说没钱。我妈的手本来可以治好的，也是我爸。你们告诉我，这些年我爸退过哪一步？可我和我妈再退，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呀。素云，你的意思呢？爸妈，那孩子他姓周，你们认他我没意见，但是你让我原谅周建国，原谅这个背叛了我14年的男人，我做不到。素云呐，妈知道你受委屈，可是妈，你别说了，我爹妈走得早，我一直把你们当作亲爸亲妈一样孝敬，30年我一直都在听您的话，忍让、贤惠、顾全大局，可我累了，我不想再忍了，你们就念着我一点好，别再逼我了，好吗？建国，走吧。是我糊涂啊！素云和月月，他们说的对呀，这些年是你对不起他们呀，我没脸再开口了。爸，妈，你，素云，你就真的一点情面都不给我留吗？我留了，我给你留了2天时间，结果你却用来找救兵给我施压，现在只剩1天了。爸，你回去吧，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了，你就死心吧。好啊，林素云，你别以为让我净身出户就能报复我还有拆迁款。房子是结婚前我全款买的，拆迁款怎么分配，那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儿。我还想着啊，给你们分一半，真要把我逼急了，1分都不给你们。我说了，我只拿回属于我的那一部分，拆迁款，法律该怎么分就怎么分，你威胁不到我。好，
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别后悔！还想用拆迁款威胁我们？他还不知道，我们早就在产权证上加了名字。到时候法庭站在谁那边，还不一定呢。怎么样？林素云那个黄脸婆松口了没有？我们什么时候能搬回原来的房子？没成。怎么会没成呢？你爸妈不是去了吗？好好都见了他爷爷奶奶了，他们没帮忙说话。说了没用。那你爸妈就这么走了，什么都没说，就这么把咱们晾在那儿？还有我爸妈怎么样了？该说的都说了，我说没用啊。所以你就这么认了？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我母子住这种狗窝，看着浩浩上不了好的学校，看着我被全世界指指点点。你还让我怎么办？周建国，你这个窝囊废！慧慧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你就是个窝囊废！你14年前你跟我说什么来着？你跟我说她林素云就是个没工作、没学历的家庭妇女。你说你早就受不了了，你说等时机成熟你就娶我回家。可现在呢？我等了14年，我他妈给你生了个儿子，我又伺候你又等你，我等来什么了？慧慧，咱先冷静一下啊！冷静？我怎么冷静？你看看这个地方，啊，墙上掉皮，马桶漏水，晚上睡觉隔壁打呼噜都听得见。我王贵跟了你14年，你就让我住这种破地方？不是你，还有你那个老不死的爸妈，孙子都站在跟前了，连句硬话都不敢说，硬是让林素云几句话就给赶回来了，什么玩意儿？华妃，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？是被你这个没用的男人给逼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不能把我跟我儿子的好日子拱手让人。既然你们都指望不上，那我就只能自己出面。袁姐姐，月月，这衣服好贵啊，要500块呢。哎呀妈，您过年都没有买新衣服，500都算什么？再说了，你都30年没买过好衣服，今天必须买。林素云，你给我站住！慧慧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别再这闹！你别拦着我，我今天一定要把话说清楚，没他们这么欺负人的。大家快来看呀！都是这个女人，她要把我跟我的孩子逼上绝路啊！怎么回事？这是原配打小三吗？看着不像啊，那女的哭得那么惨。就是这个女人，她根本就不爱她的丈夫，她整天就冷暴力，她逼着她丈夫有家都不能回，都是我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家。她现在倒好，出来倒打一耙，说我是小三。可是我跟她的感情才是真的。这个女人，她就是一个没工作、没学历的家庭妇女。她之前贪恋丈夫的钱财，要死要活的，就是不肯离婚。谁不想跟自己心爱的人光明正大的在一起？谁想被指着鼻子骂小三？我是被逼得没办法了。我跟她丈夫在一起10几年，她早就知道，从来都没说过什么。现在突然跳出来，又要钱又要房子，要她净身出户，1分钱都不给留，这什么意思呀？这不是要把我们母子逼上绝路吗？都没感情了，还拖着不离婚，还硬生生把人家2人逼得没办法在一起，这不是存心添堵吗？这原配也太狠了吧！那坏事做尽了，还让人家净身出户，这是完全不给人留活路啊！你说完了吗？看看啊，看看，这就是他的女儿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我跟你爸的事儿，还轮不到你这个晚辈插嘴。爸，现在大家都在这儿，你说说看，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啊？说话呀，别想不想要钱。
没错，没错，是这样，是他，都是他的错，他一直折磨我，他一直拖着不肯跟我离婚，我真的是没办法，我才做出这种没有道德的事情。他现在还要让我净身出户，他们都是他的错。爸，你说这些话，良心不会痛吗？反正事情就是这样，是他先不对。大家都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这原配也太恶毒了，把人家逼到这份上还不依不饶的。就是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哪能这么绝情啊？就为了钱，他脸都不要了。这位大姐，你别急啊，我都拍着呢，好好曝光一下这对母女的丑恶嘴脸。林素云，你识相一点，这大家要是把你的视频拍了传到网上，你今后还怎么做人？王慧女士，既然你说是我妈拖着我爸不肯离婚，耽误你和我爸双宿双飞，好啊，那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敢当着大家的面回答吗？我敢啊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跟我爸什么时候开始的？14年前。14年前。这14年里，有哪怕一次他陪你和你的儿子一起过年吗？不。前几天的除夕夜，我爸发的那条信息，我截图了。他当时说：“浩浩，爸爸在这边陪你姐姐过年，明天就回去陪你和妈妈，新年快乐，爸爸永远爱你。”我爸妈结婚30年，你说他对我妈没感情，那为什么他每年还要回家过年啊？为什么要对着一个没有感情，甚至你口中厌恶的人，装出一副好丈夫的样子？而且一装就是30年。我怎么知道？那我告诉你，因为他要维持他的人设，还要维持他在单位上的形象，还要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好男人、好丈夫、好父亲。因为他一直都在瞒着我妈，而我妈从头到尾都是被欺瞒的那一个。你说我妈拖着我爸不肯离婚，可事实是大年夜那晚，我爸错把这条消息发到家族群里，暴露了自己出轨的事实之后，我妈立马就提了离婚。之前不提，那是因为不知情。不是吧？原来原配根本不知情，这小三也太不要脸了，竟然倒打一耙。这女的刚才还说人家早知道，还冷暴力，这不睁着眼说瞎话吗？没错，我妈知道自己被出轨之后，第一时间就提出了离婚。他们口中所谓的净身出户，不过是我妈想合理的拿回自己的东西。上百万的学区房，几十万的车，还有他们私生子10几万一年的学费、生活费，都是我爸用我妈省吃俭用30年攒下来的婚内财产给他们买的。什么？这男的居然还用老婆的钱给小三买车买房，真的太不是东西了！我就说嘛，哪有这么狠心的原配？原来是这个渣男转移夫妻共同财产。这个女的也是，都花着人家老婆的钱过好日子，还有脸在这儿哭天抢地的。你胡说！血口喷人，聊天记录是可以伪造的，你们别听他说的。对，你们别胡说。他说的话你们可以不信，但这份证据总造不了假吧？我是林素云女士的代理律师沈佳。关于周建国先生婚内出轨、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，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据。这些证据经过相关部门的鉴定，确认了真实性。警察同志，我说的对吗？没错，沈律师提供的银行流水、房产购买记录、车辆保证信息等证据，证实周建国存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，证据链完整，具备法律效力。大家看，这是银行流水，这转账记录都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了，还有对方的账户信息，是怎么伪造啊？我的天哪！整整172万呐！这对狗男女太丧心病狂了！支持原配维权，这种渣男就该让他净身出户。对，哎呀，差点被这女的骗了，赶紧删了，别冤枉好人。赶紧删了。爸，到了现在，你还要帮着他一起欺骗大家、欺骗你自己吗？
你对我们母女的亏欠难道还不够多吗？周建国，我们夫妻30年，最后给彼此留点颜面，好聚好散。大姐，你受苦了。渣男，小三，渣男，小三，渣男，不是小三。我们走吧，走吧。二位，你们公然污蔑我的当事人，现在想拍拍屁股就跑，不会太简单了吧？你们还要怎么样啊？你们公然造谣诽谤，正好警察也在，跟他们走一趟吧。我不能进去，怎么不能有我爹啊！我的苏媛媛，你们把我求求起来追的！哎呀，你不值得。哎呀，人生第一次进局子，真是晦气，都怪那个林素云。是领导。周建国，鉴于你的私生活对公司造成了恶劣的影响，经决定你被开除了。不，领导，你听我解释啊！领导，不是，怎么了？我被开除了。什么？我说我被开除了，20多年的工龄全没了，退休金也没了，我什么都没了。你冲我发什么火啊？是我害你丢的工作，还是我害你进的局子？吞噬他，林素云。素云她心肠软，我本来想着我们去哄哄她，说不定还能求她放我们一马。是你非得要去闹，才会到了今天这个地步。怪我，周建国，你有没有心啊你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我们那个家，还不是为了我们的房子，为了孩子能有个好点的学校。他们心肠软是吧？他们心肠软，他们收集那么多证据，逼你净身出户。他们心肠软，会让律师带着警察来把你抓走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没错，是他们害得我没了房子和车子，是他们害得我连工作都没了。快放过他们！快开门！林素云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开门！开门！哎，妈，我来。妈，求求你吃饭，我快饿死了。再等等，爸就快下班了。爸，你回来啦！哎，快来吃饭！你不回来，妈妈都不让我们先吃，我快饿死了。好，马上来。爸，你今天来究竟想做什么？我就是想你们了，想回来看看你。以前你妈也是这样，每天都做一大桌子菜，等我回家吃。是啊，我妈以前做菜都是迁就你的口味。你说不喜欢茄子，我们家餐桌上几10年来没有出现过茄子。你肠胃不好，我妈1周3次煲汤，就为了养你的胃。我妈等了你30年，迁就了你30年，结果呢，这家里的菜再养胃，也比不上外面的好吃，对吧，爸？月，所以没有瞒你，我刚从派出所出来，我现在工作也没了，我是真后悔。以前都怪我不懂得珍惜，现在我愿意改，真的，我可以跟那个王慧一刀两断。你们就让我回来好不好？啊，素媛，我真的不想离婚。周建国，不是不给你机会，而是有多少次机会你都把它踩在脚底下。你只记得回来有饭菜吃，那你记不记得有多少次我和叶叶等你等到半夜，回来你却说在外面吃过了，在哪吃的呢？我想是另一个家吧。不过素媛，那都是以前的事了，都过去了。我们以后一家人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我保证啊，我以后每天都回家吃饭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你不在，我可以做月月她喜欢吃的鱼，我可以做我最爱吃的肉末茄子。我们不需要再期待谁，我们也不需要再迁就谁。
这样的日子，我等了30年。周建国，签了这份离婚协议书，好好过日子，以后不要再来打搅我跟月月。说什么都不可以再讲我是。是，而且林素云，你们把我逼到这个份上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婚我是不会离的。这房子是我买的，这个家是我的，你们谁也别想赶走我。我还以为你真的知道错了，感情你刚才都是装的。走到今天这步，是你自己作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，要不是你们报警，我能进派出所吗？要不是我进了派出所，我会被开除吗？这是恶人先告状，你搞清楚，是你先出轨，是你先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是你先和王慧在商场诬陷我们那都是正当防卫。别跟我扯这些，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的啊，别以为这样就能逼我签这个离婚协议书。我不签，我死都不签。我就是要拖死你们，我拖死你们！你以为你不签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？现在都流行 PPT 吃瓜，我呢，闲着没事也做了一份，里面详细揭露了你和王慧这14年来是怎么瞒着我妈狼狈为奸，又是怎么把我妈的血汗钱据为己有。你还有这个，这是那天你在商场诬陷我和我妈的视频，已经有好心人剪辑好了。你猜，如果我动手指把它发上网，会怎么样？对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今天不签这份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，明天这份 PPT 将会出现在你所有的亲朋好友、前同事、老同学的手里，你单位的前同事会收到，你常去的棋牌室会收到，甚至你老家村里的大喇叭里都会广播一遍。你信不信，我能让你真正意义上社会性死亡，永远抬不起头？你敢？我为什么不敢？你已经不是我爸爸了，你亲手杀死了我心目中的爸爸，现在站在我面前的不过是一个背叛了我妈、背叛了我家还倒打一耙的男人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签还是不签？不签。林素云，你别得意。林素云，你别得意，别以为让我净身出户了就能怎么样。我告诉你，我还有拆迁款，房子是结婚前我全款买的，拆迁款怎么分配我说了算。到时候拆迁款一下来，我1分都不会给你们。周建国，我说过，我只拿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。至于拆迁款它该怎么分，它就怎么分。如果法定认定没有我的那一份，我绝不多说一句。但如果法律规定有我一人，你想瞒也瞒不住。哼，这个拆迁款下来，我立刻就去跟慧慧领结婚证。到时候我们再买一个大房子，日子过得比现在还要好。我气死你们，气死你们！是吗？那我们等着瞧好了。周建国，好自为之。你们也好自为之。妈，他们还不知道，还有3天就要签拆迁协议，让他做几天美梦。刚才那个他的房子评估价是300万，我们家那个老房子评估价是280万，再加上各种补偿，到手最少有320万。320万，320万，那不是付完大平层的尾款还能剩不少？那肯定。这儿浩浩的学籍也保住了，真是太好了。老公啊，你说现在林素云那个黄脸婆是不是正在家哭呢？好好的300多万还没到手就飞了，1分钱都捞不着。他就是活该。谁让他跟我离婚的？
谁让他非要让我净身出户的？那个呀，就是报应，报应。哎，彭队，我的资料，这房子是我一个人的，我一个人签字就行。麻烦您了。等一下。是他们。你们来干什么？今天拆迁，我们当然是来签字的呀。怎么，你们能来，我和我妈就不能来吗？签字？你签什么字？我的房子拆迁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就是，你们几个还要不要脸？都离了婚了还要来抢钱？这个房子可是我老公婚前全款买的，跟你林素云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吵起来了？好像是前妻来要拆迁款，离婚了还能要拆迁款吗？哎，白花花的钱，谁不想分一杯羹啊？林秀云，我肾是不是穷疯了？我们都签了离婚协议了，还想来分这个拆迁？哎，你前几天不是很硬气吗？说什么啊？这个拆迁费呀，怎么分配都无所谓。要是法律不允许啊，我1分钱都不要。哼，说了比唱的还好听。真到分钱了，就眼巴巴的跑这来闹了。周建国，你就这么确定这房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？当然了，这房子是婚前我全款买的，法律规定婚前财产跟你没关系。告诉你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们。就是，这钱全是我老公的，1分钱都不会给我。而且我跟我老公已经商量好了，等签了字儿，钱一到账，我们立马就把大平层的尾款给付了，再给我做个美容，买几身新衣服，好好补偿补偿我这段时间受的委屈。我老公啊，最好。林素云，你是不是以为让我净身出户我就活不下去了？你忘了吧？我手上还有拆迁款这张王牌。告诉你，离开你以后，我照样活得风生水起，甚至比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还要好。没错，也不看看我王慧是谁。我王慧呀，可是8字旺夫，不像有些人一天到晚就知道围着灶台转，死气沉沉的，一点情趣都没有。慧慧，我想好了，这么多年委屈你了，等签完字，咱们呢就去把结婚证领了。以后咱们一家3口就好好过日子。真是好一幅美好生活的蓝图啊！只可惜，注定实现不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在最后提醒你一次，你确定这拆迁款没有我妈的那份吗？当然确定了，房产证上就我一个人的名字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我1个子儿都不会给你们。行了行了，老公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赶紧把字儿签了。等签了字儿，他们再怎么闹都没用。童仔，你赶紧帮我办了吧，他们是骗子，你别理他们，就快办。先生，您的房子是共有产权，证件上有林素云女士的名字。这位林素云女士在场吗？她必须一起签字确认，并且她也有权利获得一部分拆迁款。怎么可能啊？这个怎么会有她的名字？这是我的房子，就我一个人的。你再看看，是不是搞错了？老公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她的名字怎么会在上面？你快说话呀！爸，你说的对，以前的房产证上确实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，但你是不是忘了，1周前是你亲自带着我妈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加的名字啊？怎么，这才几天你就忘了？哎呀，好了。你好，好了。哎呦，谢谢。哎呦，谢谢。老公，这怎么会这样？你不是说那房子只有你自己的名字吗？他的名字怎么会在上面？啊！你快说呀！当时我就是听别人说如果多加一个人的名字就能多。
多拿15%的拆迁款，所以我就……是你故意让我加上你妈的名字，好让你妈能够名正言顺的分我的拆迁款。你敢设计我？我就是故意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是你先拿着我妈的血汗钱去养别人，你设计我妈30年，我设计你7天，扯平了？不，扯不平。你欠她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。这帮骗子，这是我的房子，我凭什么要跟你们分？哎呀，他们是骗子，你们别理他，你赶紧让我签吧。哎呀，周建国先生，房产证上明确写着林素云女士为共有产权人。根据拆迁款补偿规定，我们主张林素云女士拥有50%的拆迁补偿款。你做梦！我绝对不可能分1半的拆迁款给你们，你别做梦！我还没说完呢，我们没打算要1半的赔偿款，而是2/3。2/3？跟你说什么？疯了吗你？都疯了！这套房产虽然是您婚前购买，但在您与林素云女士婚姻存续期间，林女士曾多次对房屋进行投入。投入？她投入什么呀？买房子这招她1分都没掏啊！是吗？不妨先看看这个。2005年，你们对房屋进行翻新装修，共花费48000元。2017年房屋漏水，维修费用是12000元，这些都是由林女士的婚前积蓄支付，这是付款凭证。哎呦，这些都是老房子装修和维护的一些费用，但这都是些小钱，能管用吗？有用的，小姨。这些钱虽然少，但每一分都表明了你对这个家的付出。真到了诉讼的地步，法官是不会无视的。另外，我的当事人林素云女士在婚姻中无任何过错，反而是周建国先生你婚内出轨14年，转移夫妻共同财产高达172万元，属于重大过错方。就算走法律程序，我们林女士也能拿到大部分的财产。因此，我们主张林素云女士拥有拆迁补偿款的2/3，合情合理。这位律师说的对。周建国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会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今天，我来拿了。2/3，这就是200多万呢，是我的钱，我的钱。老公，你愣着干什么？快想想办法呀，要不然就要被他拿走200多万。几位，到底签不签字？后面还有人等着呢。快点的！我签。周建国，该你了。我不签，我不签。只要我不签，你就拿不到这个钱。大不了1拍2散，这个谁也没啥好过。赶紧签！你现在签了，我们还能拿100多万。你要是不签，1分钱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想再住那破房子。快签！好了，拆迁款会在15个工作日内分别打入2位的账户。林素云女士，您的份额是2133331。周建国先生，您的份额是106万元。请确认银行卡信息。行，有100多万，总比没有强。恭喜你啊，爸，还有100多万，可以跟你的慧慧过好日子。丽丽，我们走。走。呸！得意什么呀？不是还给我们留了100多万？我辛辛苦苦工作了大半辈子，就100多。恭喜妈妈重获新生！好孩子，谢谢你们一直在我身边，这30年了，终于不要看他的脸色过日子了。妈，
以后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穿什么就穿什么，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，再也不用省着忍着等着了。好，月月，我之前跟你说的事，你和小姨说了吗？月月，你爸的行为不只是婚内出轨并转移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简单，他和王慧以夫妻的名义生活了14年，还生了孩子，已经涉嫌重婚罪了。如果你想追究，我可以帮你走法律程序。重婚罪？那是不是可以让我爸受到更重的惩罚？重婚罪属于刑事犯罪，一旦定罪，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如果追究重婚罪，他在拆迁赔偿的份额中违法所得的那部分是可以被追缴的。你让我再想想吧，他毕竟是我爸。妈，表姐说我爸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重婚罪，我们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怎么想的？算了，妈，我真的累了，官司也打了，钱也拿了。他如果能拿到这100多万，跟那个女人好好过日子，不再来纠缠了，就放他一马。小姨，你可想清楚了，那是让他付出应有代价的机会。我想清楚了。这30年的婚姻虽然是个笑话，但是你要说一点感情都没有，那都是假的。啊，我支持你，只要他以后不再来烦我们就当没这个人。好，我尊重你们的决定，但是重婚罪的证据我会一直为你们保留着，如果之后他们再来闹事，也好有个对策。林淑云，给我开门！林淑云，你给我开门！30年的夫妻，你居然对我这么无情！我来。林飞，开门啊！林淑云，都在呢。周建国，这一切都结束了，你还在闹什么？结束？你想得美！我养了你30年，老子给你吃给你穿，你们就这么对我？啊！你要是有点良知，你就该明白，这个家从头到尾都是你对不起这个家，对不起我。爸，你还记不记得我小的时候，你带我去公园，把我扛在肩上？那个时候，我真的觉得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。可是后来，这件事情你再也没有对我做过，我以为你忙。直到大年夜那天晚上，我看到那些聊天记录才知道，你不是忙，你是把你所有的爱都给了另一个孩子。我为什么要爱你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为什么要爱你们啊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妈生了你这么个丫头片子，这么多年我受了多少白眼？我就想要个儿子，任王慧给我生了个儿子，我爱他，我有错吗？有错吗？啊！这才是你真实的想法，对吗？就因为我生了一个女儿，所以我对这个家付出的一切，在你眼里都毫无意义，就应该拿着我的血汗钱去养别人。就该眼睁睁看我废了一只手。对，你就是活该。还有你呀，你说你一个丫头片子，读那个重点高中，和我儿子读私立高中，这有什么可犹豫的？你一个没钱货，凭什么跟我儿子比？还有你，别说当时那个手术费要5万，就是1500，我也不会跟你讨，你也配。本来一切都好好的，就是因为那条信息，你居然没看见不好吗？为什么要闹？为什么要搞这样子啊？啊！滚！给我滚！啊！这是我家，你干嘛？我儿子回来了！
妈对不起你啊！是妈瞎了眼呐，让你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多的委屈。我想起诉他重婚罪，他不是不知悔改吗？那就让他知道，犯了错就应该付出代价。好，我明天就去准备材料。被告周建国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，转移夫妻共同财产172万元，并育有一子，其行为已构成重婚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0.6个月。关于离婚财产分割一案，判决如下：一、维持原离婚协议中分配方案；二、周建国名下拆迁补偿款106万元全部划归林素云所有。等一下，我有话想对你们说。其实我没想当小三，他跟我说和你早就已经没感情了，他说你们迟早都会离婚的。他跟你说了14年吧？他跟我说家里没钱给我治病的时候，钱在你那；跟我女儿说学费太贵的时候，你的儿子却花着8万块钱读着私立。每个月给你5000块钱生活费的时候，我还穿着10年前的棉袄。他骗了我，同样的，他说会离婚，也骗了你。但你花着我的钱，住着我的房，开着我的车，你并不无辜。妈妈，我们走了，爸爸怎么办？你没有爸爸，选错了人，浪费了14年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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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医生说你的腰椎手术很成功，太好了，以后都不会再疼了。真是太好了。你做了30年的饭，洗了30年的衣服，弯了30年的腰，终于可以直起来了。谁啊？你爸，每次都换一个号。他说什么？说他后悔了。我说我不接受后悔，有些事情不是后悔就能抹平的。30年，我以为我的人生就这样了，结果50多岁，我的人生开始了。妈，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